各位观众，你们好，今天想跟各位谈一件关系到咱们生命质量，特别是年长朋友们晚年幸福的大事儿。现在这个社会啊，什么都快，节奏快，压力大，污染多，健康这两个字早就从老年人的专属话题变成了全民共识。我发现身边太多朋友特别舍得为健康花钱，听说某个营养品火了，赶紧囤货；听说某种进口补剂能延年益寿，二话不说就买。人参鹿茸放在家里不吃，得有多急啊！甚至有的朋友把保健品当主食。但是朋友们啊，咱们得问问自己，这些贵得离谱的瓶瓶罐罐，真的给您的身体带来改变了吗？还是说，您只是为了心理上的那一丝安心？其实啊，最有效的防癌秘籍，最厉害的长寿方案，压根不在那些高档商场里，不用您砸大钱去挥霍，他们就静静地躺在咱们最熟悉的地方，菜市场、粮店、楼下的便利店，有些甚至就在您家里的柜子角落里。根据一项国际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那些100岁老人聚集的长寿之乡里，有超过半数的老人，他们的日常饭碗里都有一个共同秘密，那就是坚持吃粗粮。不是吃不起山珍海味，而是他们明白大自然给的五谷杂粮才是最强大的抗病盾牌。今天啊，我就结合多年的知识积累和观察心得，像您的贴心顾问一样，从这些身边食材里挑出4位防癌高手，要给您从原理到操作，从选购到烹饪，一口气讲个彻底。这绝对是一份宝贵的健康攻略，建议各位先点赞并收藏，万一以后想回顾，就不用费劲搜索了。进入正题之前，如果您关心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请先订阅并开启通知提醒，这样未来更多实用的保健知识就不会错过了。咱们这个频道啊，专门揭露那些主流渠道不太愿意好好说的健康秘密。要是您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请在评论区打出您的看法，欢迎各位在下面留言，分享您自己的经验和想法。首先登场的第一位高手，他在传统医学里身份不凡，在现代科学里也获得了充分认可。这位朋友就是绿豆。绿豆啊，屏幕前的各位肯定都吃过。说起绿豆，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绿豆汤，特别是夏天喝，清凉解暑，能降火。没错，各位这个认知是对的，但这只是绿豆的皮毛功能啊，咱们得把思路往更深的层次去探，得先搞明白一个根本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小小的绿色豆子既能清热又能防癌？这两件看似不相关的事，怎么就联系在一起了呢？从中医角度讲，癌这个病本质是什么？很多朋友觉得癌症就是身体某个地方莫名其妙长出了一个坏东西，但中医的看法不同啊，那个肿块只是表现形式，源头在于您身体内部的生态环境崩坏了。中医有句很经典的说法，叫热毒淤积，气血循环不畅，最后就成了病灶。咱们把这个复杂的理论翻译成最通俗的话，想象一下，您的身体就像一条河，正常的河啊，水流清澈，流动顺畅，生态平衡。但要是污染了呢？水温升高，杂质积累，细菌繁殖，时间久了，那些有毒的物质就会积聚在河湾里，形成死水，这条河的环境就坏了。绿豆的厉害之处在哪儿呢？绿豆性味甘、苦、微凉，它最牛的本领就是能清热解毒，降低身体里的温度。您可以把它理解为，它就像是一个清洁剂，能把您身体这条河里的污垢冲洗干净，把那些有害的热毒物质一点点排出去。当身体的内环境变得清爽、干净，温度恢复正常了，癌细胞这个坏东西就失去了它喜欢的生长环境。这就是中医常说的，预防疾病要从改善内环境开始。但要是您就认为绿豆只是个清热的东西，那真是小看它了。在现代医学研究中，绿豆可真是个硬角色。科学家们从绿豆里发现了一类叫做酚类化合物的神奇成分，这类物质啊，能直接干扰癌细胞的生长信号，切断它们的能量供应，甚至能强制癌细胞自我凋亡。这不是什么实验室里老鼠的故事，已经有临床应用了。在抗癌的辅助用药里，有一些药物，其主要成分就源自绿豆提取物，而且绿豆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对于强化免疫系统也特别关键。就是说，绿豆既能降低癌症的温床，又能强化您身体的防卫系统。适合哪些人群呢？如果您平时体质偏热，容易口腔溃疡、便秘、脸上长痘、咽喉经常发炎，
那绿豆就是最好的调理员，它能帮您把身体里过剩的热毒一点点排干净。但朋友们，讲到这儿，我得突然踩一脚刹车。绿豆虽然好，但可别乱喝，喝错了不仅没好处，反而会伤身体。我在实践中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些体质本来就虚弱的老人，听说绿豆能防癌、能排毒，高兴坏了，天天喝绿豆汤。还有人干脆把绿豆当饭吃，结果呢，喝了不到2周来找我，说呀，我这胃越来越疼，天天没精神，手脚都冰凉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大家忽略了绿豆的一个关键属性，它是凉性的。中医讲的脾阳虚啊，就是身体的阳气不足。如果您本身就是这种体质，再去喝凉性很强的绿豆汤，那就像是给一个已经很冷的房间继续吹冷风，结果就是脾阳更虚了，消化能力更弱了，反而会四肢冰凉、腹泻、精神不济，这就是典型的适得其反。那怎么办呢？难道体质虚弱的人就注定没办法从绿豆获益了吗？当然不是，咱们中医的智慧深招呢，老祖宗早就想好了解决方案，有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方法，能瞬间改变绿豆的性质，那就是把它烘焙。您去买的绿豆通常是生的，您把它洗干净、晾干，然后倒进锅里，用小火慢慢炒，不用放油，不用放盐，就是干炒。要用小火啊，也就是文火，拿个锅铲不停地翻，这需要一点耐心，差不多要炒10来分钟，您就会闻到一股香喷喷的焙烤味儿，像炒坚果的味道。看锅里的豆子，颜色从绿色逐渐变成了焦黄色，表面有一点点焦斑，豆子也稍微膨胀了，这时候就成功了。经过这一炒，绿豆的凉性就被那股热气中和掉了大半，药性变得温和了，甚至还带上了一点温性。更妙的是，炒过以后，它健脾胃的功能反而加强了。原本的生绿豆侧重清热，炒过的绿豆就侧重健脾，这样您再用炒绿豆泡水喝，既能发挥它防癌的本领，又不会伤害脾胃。这就是中医的神奇之处，冷性体质用炒绿豆，热性体质用生绿豆，这一步做对了，养生之路才能事半功倍。除了简单的炒制和泡水，我还要教各位一个我自己常用的吃法，那就是益绿粥。这是个绝妙的组合，您取一把炒过的绿豆，再配上薏米和山楂一起煮粥。绿豆负责清热排毒，薏米负责健脾祛湿，山楂负责消食化积。3种食材搭在一起，就像是一支防癌的特别行动队。这粥啊，您可以早餐喝1碗，不仅能调理脾胃，还能慢慢改善您的体质。时间长了，您会发现面色红润了，便秘没了，体检指标也都变好了。讲完了这第1位清热排毒的高手，咱们接着欢迎第2位登场。这位朋友，大家可真是太熟悉不过了。他穿的是金灿灿的衣服，模样圆滚滚的，特别可爱。从咱们小时候起，他就陪伴着我们长大。在全球很多长寿地区，他都是主食担当。他就是黍米。提起黍米，很多人会说，这不就是个粗粮吗？便宜的不能再便宜，早年吃不上细粮食的替代品。但是朋友们，我得为各位纠正这个认知。在我看来，这看似普通的黍米，其实是一粒粒闪闪发光的小金球。它对咱们身体的保护作用，价值远高于它的市场价格。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得把黍米的本事一个一个的拆开来看。首先，从一个让很多朋友难以启齿却又备受困扰的问题说起，肠道问题。看看当代人怎么吃的。早餐白面包加油条，中午白米饭，晚上白馒头或面条，加上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这些精细的高蛋白的食物，进肚子里吸收的特别快，但留下的渣子很少，所以什么呢？肠子就变懒了，没有足够的纤维去刺激肠壁，肠蠕动就减慢，便秘就成了现代人的通病。想象一下，如果您的肠道就像一个垃圾桶，那些代谢废物、毒素甚至致癌物就是垃圾，要是每天都清空，那当然最干净。但因为便秘，这些大便在肠子里停留3天、5天甚至1周，在37度的体温下，这些垃圾会腐烂发酵，产生剧毒的气体和致癌物，就跟家里的垃圾桶放好几天不倒一样，肯定要发臭、生虫、滋生细菌。在肠道里也是这样，这些2次发酵产生的毒素会被肠壁反复吸收，进入血液，伤害肝脏，甚至直接刺激肠道细胞发生癌变。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直肠癌、结肠癌这么多，而且越来越年轻化。这正是咱们自己把肠子吃坏了，薯米就派上大用场了。薯米里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这些粗纤维啊，人体没有酶去消化它，但这正是它的妙处。它们进到肠道里吸水膨胀，体积变大，就像一把把粗硬的扫帚，随着肠蠕动一路向下，强力地清扫肠壁褶皱，刺激肠壁神经，把那些顽固的宿便毒素赶出去，加快大便排泄。肠道被清扫干净了，致癌物停留的时间就短了，没机会去刺激肠黏膜了，直肠癌的风险就陡然下降。所以常吃薯米，就像给您的肠道请了个勤快的卫生员。除了这个物理层面的清洁作用，薯米肚子里还藏着更厉害的化学武器，特别是一种叫做色氨酸的氨基酸。当人体内有充足的色氨酸时，它能像镣铐一样束缚癌细胞，控制它们的增长，防止它们野蛮生长。特别是对正在进行化疗放疗的癌症患者，多补充色氨酸能显著减轻药物副作用，增强治疗效果。而且薯米里还富含的某些矿物质，在医学界被誉为抗癌的卫士。为什么这么叫呢？因为这种成分能增强免疫系统的识别能力。您可以把身体的免疫细胞想象成警察，癌细胞就像伪装的小偷。有了这种矿物质的帮助，警察的眼睛就更亮了，能更快地发现并消灭那些刚萌芽的癌细胞。但是朋友们，虽然薯米这么好，我在观察中却发现，很多人吃薯米的方式有个特别浪费的坏习惯。什么习惯呢？大家回想一下，您是怎么吃薯米的？是不是拿着一把薯米放进嘴里，然后咀嚼、吞咽，等一碗米饭吃完了，您低头看看碗底，是不是还残留着一些细细的骨皮？就是说，很多营养其实没被您吃下去。那最外层的骨皮呢，其实含有大量的纤维、B 族维生素，还有一些生物活性物质。很多人吃薯米，吃的其实只是内层的淀粉。您说这亏不亏？所以建议啊，下次吃薯米别只是普通的吃，您可以这样，把薯米淘洗干净，浸泡2小时，和大米一起蒸，这样薯米能充分吸水软化，外皮也更容易被消化。或者，如果您牙口不好，或者给老人小孩吃，直接把薯米放进破壁机或豆浆机，加点水打成薯米糊，这样外皮破了，营养全部释放出来，吸收效率最高。说到谷物的浪费问题，还有一样东西也经常被大家不珍惜，那就是米糠。当您淘洗米时，那一层淡淡的、细细的米粉，其实就是米糠。很多人把它冲掉了，哎呀，这又浪费了一味好东西啊！米糠啊，在传统医学里本身就是一味药，特别是在民间，很多老医生都用它来辅助调理高血压、高血糖，还有便秘问题。如果您平时血压略高，或者早起眼睛浮肿，或者消化不太好，您就别把米糠冲掉，直接把薯米和米糠一起蒸，或者单独把米糠用温水泡开喝，这就是天然的保健水。您一边吃着薯米，一边喝着米糠水，一吃一喝，既清肠又防癌，而且特别省钱，这何乐而不为呢？最后还有个关于薯米很实际的问题，很多糖尿病患者特别纠结，他们问我，薯米虽然好，但也是碳水化合物啊，我血糖本来就高，我吃了以后会不会血糖飙升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给您一个明确的答案，糖尿病人不仅能吃薯米，而且薯米是更安全的选择，但关键是要学会吃。市面上的薯米品种很多，有些薯米的淀粉主要是直链淀粉，这种淀粉分解速度慢，血糖上升就缓；有些薯米淀粉主要是支链淀粉，这种分解快，容易让血糖飙升。所以啊，选对品种很关键。薯米的升糖指数其实比白米饭还低，因为薯米里的膳食纤维能阻碍糖分被快速吸收。但这里有个大前提啊，就是烹饪方法。要是您吃的是那种烘得特别软烂的薯米，那血糖肯定会升，因为高温破坏了淀粉链的结构。对于血糖高的朋友，最好的吃法是清水蒸，然后放凉了吃。这背后有个很前沿的科学原理，薯米冷却以后，里面的淀粉结构会发生变化，产生一种叫抗性淀粉的物质。这种淀粉很顽固，小肠的酶消化不了它，所以它直接跑到大肠。到了大肠以后，它变成了益生菌的口粮，益生菌吃了它，活性大增，肠道就更健康了。所以对于血糖高的朋友，
把熟米蒸熟凉一两，吃温热的或凉的，既不会引起血糖波动，反而能调理肠道菌群，这叫一举两得。但要记住一个原则，主食替换。您吃了一碗熟米，那您这顿饭的白米饭就得减少，别吃饱了饭再当零食吃熟米，那就是纯粹的热量加倍。讲完了这位黄灿灿的营养卫士，咱们再欢迎第3位高手登场。这位朋友的名头可不小，他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抗癌食物的榜首。美国、日本的多个抗癌研究机构都多次郑重地把他写进推荐名单，甚至很多营养学家说它是延年益寿的第一食物，它就是燕麦。说到燕麦防癌，这不是什么民间传说，这是有硬核数据支持的。有个著名的研究来自国际医学研究机构，科学家们对比了几十种常见食物的抗癌能力，结果出来以后，连研究者都惊呆了。燕麦无论生吃还是熟吃，都以绝对优势击败了其他所有食物，稳稳地坐在榜首。数据显示，熟燕麦的抑癌率高达 99.2%， 生燕麦也能达到 95.8%。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燕麦里的活性成分对阻断癌细胞的生长路径有着近乎完美的拦截能力。所以咱们把燕麦誉为长寿食品、抗癌之王，那完全是名副其实。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燕麦，凭什么有这么大的本事呢？给您深度剖析一下它肚子里的3大秘密武器。首先，第一把武器，它跟咱们刚才说的熟米有点像，也是高纤维的杰出代表。但燕麦的纤维和熟米的纤维还不完全一样。熟米的纤维偏粗硬，像一把扫帚；燕麦的膳食纤维非常柔和，吸水能力特别强，更像一块巨大的海绵。这块海绵进到肠道里，能吸收大量水分，让干结的大便变得软润，体积也变大了。这样大便就能顺畅通过肠道，不会在里面堵车。对预防便秘、痔疮，特别是预防肠癌，燕麦说我是第一。您想啊，便秘是万病之源啊，大便里全是身体的代谢垃圾，重金属、毒素、坏死细胞。这些东西要是在肠子里憋个3-5天，常年膜天天泡在毒水里，能不肠息肉，能不癌变吗？燕麦就是那个保证肠道日清日洁的守护神。第二把武器，燕麦含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美国有个医学研究所的专家在实验中发现，燕麦中富含一种叫做植物固醇的成分。这个名字有点拗口，您只需要记住它的外号就行。科学家们叫它年轻素或者防病卫士。这种物质多厉害啊！它就像身体里的维修工，能修复我们受损的免疫系统，防止细胞的基因发生突变。特别是对预防结肠癌和女性高发的乳腺癌，有着非常显著的保护效果。同时它还能延缓衰老，让您的免疫力保持在年轻的状态。第三把武器，燕麦还富含一种叫做贝塔葡聚糖的成分。这东西在体内能转化成保护性的物质，专门维护咱们的黏膜组织。黏膜是防癌的第一道防线啊，黏膜结实了，癌细胞就钻不进去。但是朋友们啊，虽然燕麦这么神奇，但在实际生活中，很多人对它的理解有不少误区。我在门诊经常遇到有些血糖高的老朋友，一脸纠结地问我，说啊，这燕麦我也知道好，但是它吃起来甜啊，咬一口好像在吃糖。我血糖本来就不稳定，我能吃吗？吃了血糖会不会蹭蹭蹭地往上窜啊？还有一些脾胃弱的朋友抱怨，说燕麦虽然好吃，但我消化不了啊，我一吃就胀气，总想放屁。这都是真实的问题。今天我就花点时间给各位做个彻底的解释和实用指导。第一点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血糖高的人到底能不能吃燕麦？答案是明确的，能吃，绝对能吃，但必须会吃。很多血糖患者有个误解，觉得吃起来甜的东西升糖指数就高，这其实不对。燕麦虽然吃起来甜，但它的升糖指数其实比咱们常吃的白米饭、白馒头都要低。为什么呢？因为燕麦里含有大量膳食纤维，这些纤维就像一道道栅栏，阻碍了糖分被肠道快速吸收。所以同样重量的燕麦和白米，吃燕麦血糖升的反而慢。但这里有个巨大的前提啊，就是烹饪方法和温度。要是您吃的是那种街边烤的流油的、软烂到极致的燕麦片，那血糖肯定会飙升，因为高温烘烤把燕麦里的淀粉链完全打断了，变成了特别容易吸收的糖。对于血糖患者，最健康的吃法是清水煮，而且最好放凉了吃。
这背后有着很前沿的科学道理呢。研究发现，燕麦煮熟以后，要是把它放凉，里面的淀粉结构会发生神奇的变化，产生一种叫抗性淀粉的物质。什么叫抗性淀粉呢？简单说就是这种淀粉变得特别顽固，它能抵抗小肠的消化酶，不会在小肠里被分解成葡萄糖吸收入血，而是直接溜到大肠去。到了大肠以后，它摇身一变，成了肠道益生菌的口粮。益生菌吃了它活性大增，肠道就更健康。所以对血糖高的朋友，您可以把燕麦煮熟，稍微凉一凉，吃温热的或凉的，这样不仅不会引起血糖剧烈波动，反而能调理肠道菌群，一举两得。但要记住一个原则啊，主食替换。您吃了一碗燕麦，那这顿饭的白米饭就得扣掉半碗，别吃饱了饭还拿燕麦当甜点吃，那是纯粹的热量叠加。第二点，为什么吃燕麦会胀气、放屁？这也是有科学解释的。燕麦里含有大量淀粉和纤维，在肠道里发酵会产生气体。解决方法其实很简单，老祖宗早就告诉咱们了。第一，一定要煮得透彻，别吃加生的，也别吃看起来硬邦邦没熟的燕麦。充分的加热能破坏那些容易产气的物质，只要煮透了，胀气的问题就解决大半了。第二，搭配咸菜或蛋白质。大家有没发现，农村的老人吃燕麦，喜欢配点咸菜疙瘩，或者喝点豆浆，吃个鸡蛋。这不仅仅是为了口味，这是有大智慧的。咸菜里的盐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气体的产生，而鸡蛋和肉里的蛋白质能在肠道表面形成保护层，减少发酵和胀气。所以下次吃燕麦，别光吃燕麦，配点小菜，配个水煮蛋，那种不适的感觉立马就会消失。最后，关于燕麦还有个特别重要的问题，现在的燕麦品种太多了，有压扁的片状燕麦，有整粒的燕麦，还有速溶燕麦粉，哪种抗癌效果最好呢？这是个好问题。传统的整粒燕麦营养最全面，抗癌成分保存也最完整，但是外壳比较硬，消化率相对低一些。压扁的片状燕麦营养基本保留，但加工中可能有些损失。速溶燕麦粉啊，虽然方便，但经过多次加工，有效成分流失比较多，所以最好的选择是粗燕麦或者压片燕麦。但最关键的啊，是要选没有加糖、没有添加剂的纯燕麦。很多商业燕麦产品里加了大量的糖和香料，这样就失去了原本的防癌价值。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一口气聊了绿豆、黍米、燕麦，还有燕麦这4位防癌高手。您看这4样东西，哪一样不是咱们身边最常见的？哪一样不是特别便宜实惠的？在这个谈癌色变的时代，咱们往往容易被恐慌所驱使，去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神奇补剂。但其实啊，健康的密码早就写在咱们的基因里，写在咱们传承了数千年的五谷杂粮里。绿豆帮您清热排毒，黍米帮您通便刮肠，燕麦帮您修复细胞，还有最后这位也能帮您筑牢防线。这4大金刚联手，就是给您的身体穿上了一层防弹衣。但最后还要再啰嗦一句啊，饮食养生贵在坚持，重在均衡。别听说绿豆能排毒就顿顿喝绿豆汤，把自己喝到脸色发青，也别听说黍米好就当饭吃，搞得大便太软。正确的做法是，把这些杂粮掺到您的白米饭里，融进您的日常3餐里。建议大家遵循一个简单的饮食法则，每一顿饭，蔬菜占2个拳头的量，主食占1个拳头，蛋白质占1个拳头，这样的比例才是防癌防病的黄金法则。比如啊，早餐喝1杯豆浆配半碗黍米粥，中午吃1碗掺了绿豆和燕麦的杂粮饭，配上丰富的青菜和瘦肉，晚餐清汤配白灼蔬菜，再来1小碗燕麦羹。这样的搭配既美味又健康，让癌细胞无机可乘。健康是咱们每个人最宝贵的财富，它不仅属于您自己，更属于深爱您的家人。一个健康的身体是您给子女最好的礼物，也是您享受晚年幸福最大的底气。想象一下，当您80、90岁的时候，依然腿脚灵便，肠胃通畅，精神焕发，能陪着孙辈嬉笑玩耍，能和老伴一起去旅游，能享受美食而不担心身体，那是多么美好的一幅画面啊！而这一切都始于您今天餐桌上的每一个选择。如果您觉得今天这番分享对您有帮助，哪怕只是让您知道了一个小知识点，请动动您那双发财的小手，给这个视频点个赞。您的一个赞
就能让大数据把这条可能改变人生的视频推送给更多还在盲目养生、不懂饮食的老年朋友。您的一个善举，可能就挽救了一个家庭的健康未来。也请您把这个视频转发到您的家庭群、朋友圈里，告诉大家，别再乱吃那些贵得离谱的保健品了。把这4样家常宝吃对了，咱们的身体就能多用好几十年，咱们就能一起健健康康、长命百岁，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充满生机。愿所有的朋友肠胃始终通畅，免疫力强劲有力，身体永远无病无痛，笑口常开，心情舒畅。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